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陈亭妃委员、陈婉慧委员、陈凤馨小姐、赖士葆委员、吴宗宪委员、李明贤议员。哈，美国要内战了吗？川普派国民兵到洛杉矶，而且在脸书上骂他那个加州州长，叫做纽渣。人渣的渣当然因为加州州长是民主党的了所以川普共和党跟加州原来跟那个州长就骂来骂去就不爽了。那这次川普搞高关税也是加州州长这个找了11个还是12个这个州长一起控告川普所以呢本来就不好，但是呢派国民兵，他现在不是只有国民兵，陆战队都在准备了，海军陆战队，所以加州的最高检察长说。陆战队是对付敌人的，你怎么用来放在洛杉矶对付我们自己的国民呢？从1965年以后，从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不是应地方州长的请求而派国民兵去的。1965年那个时候呢，派国民兵是要保护这个金恩他们的示威团队的，还不是去打击他们的。所以呢，川普当然也有人讲川普这样做有他的道理了。为什么？2026年美国要出这个期中选举了。现在怕其中选举不利，所以要用这种来分化，然后加深国内的对立然后呢加深美国人对这个移民的不爽尤其非法移民的不爽，所以呢这样是巩固他的票。到底结果会怎么样？现在不知道那另外呢，我刚刚讲1965年那是詹森詹森呢是这个派兵去保护金恩金恩博士他们的黑人游行那另外呢，川普除了国民兵2000，要再派500个海军陆战队。所以呢，而且是实弹部署实弹部署。那另外呢，这个抗议升温，示威群众占领高速公路，然后呢，警察呢说准备开枪，已搞到这个地步了那另外呢，这个白宫说呢，这个冲突是叛变的行为，因为他们去扫荡非法移民了那扫荡非法移民，当然不仅是非法移民，包括合法移民，很多都反对。所以有1000个人出来包围去抗议，这个就是抓移民的这个单位了那加州州长写信给国防部长，说要取消部署国民兵不要在我加州搞这个东西加州州长说这是政治秀，你这样搞没有用，只会火上加油。那另外呢，这个川普就说呢，洛杉矶的示威的人就拿钱办事，一个人像台湾讲的，给了500块给了便当所以才出来拿钱办事。加州州长说：“有种把我抓起来好了，你们都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我，抓我不要抓那些无辜的民众那我本来以为是特斯拉，就不是，是 Google Alphabet 的无人驾驶他们一个车子要15万美金，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属于他们在试办这个无人驾驶。他为什么要把车烧了以后呢？这个车就变成路障，在路上你就移不走嘛。那这样的话来阻挡。”就是阻挡你的交通了，其实就是跟你政府捣蛋了那另外呢，川普说现在要逮捕戴口罩的抗议民众，因为戴口罩以后呢，你不容易判断他是谁，就露2个眼睛到时候事后要抓都不容易抓，所以呢，只要戴口罩都不行。而且川普他们原来就反对戴口罩嘛那因为呢，这些移民特别是这种非法移民呢，到了美国能干什么呢？像以前华侨跳船那是干嘛？台湾人。跳了船以后呢，就在纽约的后街做那种缝纫工什么之类的，因为见不得天日嘛，拿很低的待遇，受不人道的对待。那他们现在就跑到厨房后面去当什么2厨、3厨等等。所以美国很多，比如中餐厅，你去看，奇怪，那个厨师都不是华人厨师怎么都是墨西哥人就是20%的这个餐饮业的员工是移民，所以现在后厨空了所以现在呢，这个。厨房都做不出菜来的，就成这个样子好，那么说翁履中教授这只是开始，他将来会有更多的举动呢，来分化，来制造民众的对立。我们看一下。美国加州洛杉矶联邦大楼前，示威群众占据马路，高举抗议板怒吼，街道大塞车，驾驶猛按喇叭，国民兵手持武器向混乱现场发射橡胶子弹。砰的一声，不少示威者吓到拔腿狂奔，但也有人完全没在怕，用肉身挡子弹，咆哮挑衅国民兵，或阻挡警车和公车通行。空拍画面来看，示威群众几乎包围联邦大楼周遭，要求美国移民局释放逮捕人民。
警民对峙爆发肢体冲突，国民兵出动催泪瓦斯和闪光弹控制暴动，但示威者直接硬碰硬，朝警察丢石头反击。LA County deputies being attacked with rocks, bottles, that is 100% unacceptable. And we have to defend our employees, and they will use these less lethal munitions to defend themselves. 美国北方司令部证实，已经在洛杉矶部署2000名国民兵。加州州长纽森严厉谴责当局行动。Governor Gavin Newsom saying that these were cruel operations that were taking place here in Los Angeles, and saying that bringing the National Guard would only fan the flames of these protests that are so far under control. This is not helping the city. It's actually damaging its wages. 国民兵沦为众矢之的，示威者隔着铁丝网发泄不满情绪，移民政策也让政府单位出现分歧。所以他现在人有3种啊，当地有警察，警察也不是不抓，只是警察大概比较没有那么强制了，因为洛杉矶那个地方哦，就是你也不能老是这样强制。以前有警察打死黑人，搞是暴动啊什么，也有这种情况嘛哈。所以呢，一个是警察，但是川普认为警察不力，哦，执法不力，所以要派国民兵。国民如果不行，上面就还有陆战队。好，来，凤馨。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压力锅爆发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同意翁履忠教授所说的，它其实只是一切的开始。川普呢，他在选举的过程当中有3件事情啊，是对他共和党选民最重要的这个承诺。第一个关税，第二个减少支出，第3个就是反移民。到目前为止，他的减少支出，因为大而美法案，因为跟马斯克闹翻了，然后因为政府效率部花了那么大的功夫，就只这个砍了这个支出1750亿美元，而且这1750亿，美国很多媒体还认为这里面有吹牛夸大，距离他所说的砍2兆美元，其实差距非常非常的大。减资这件事情已经走不下去了，而关税这件事情呢，因为中美对抗，然后当中国大陆摆出那一个绝对不妥协的姿态的时候，美国其实在全世界的谈判，你看到现在除了英国，连日本都谈不下来，你就会知道说他的关税这一战呢，其实也打得灰头土脸，甚至于呢，大家笑他说他是 taco， 好像就这个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啊，就是这个 taco 这件事情带给他非常大的杀伤力。那他现在能做什么？因为关税啊，在美国内部其实正反意见啊差距非常的大，而且共和党内也并不是全力的支持。那减少支出这件事情呢，现在看起来也踢到了铁板，所以他只剩下反移民。而且你看川普的每一次的民调，他的民调不管是高的低的，他支持度最高的都是他反移民。可是他反移民现在，就过去大家没有特别的注意到，在美国社会内部，其实已经导致任何在肤色上面看起来不像白人的这一些族裔啊，个个就是人心惶惶。不管你是黄种人，或者拉丁美洲拉丁裔的，或者你是这个其他的这一个族裔的，都很担心，因为你随时走在街上，然后呢，你随时都有可能被抓。所以他们现在呢，你合法的不合法，尤其是拉丁裔的，就干脆都不要出门啊。那你导致说，他们现在也不敢寄钱回墨西哥，所以墨西哥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外汇呢就出现了很大的这个来源上面的一些问题。那既然关税也走不通，减资也走不通，反移民就走到底。我觉得这对川普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他就挑洛杉矶，一方面呢是整个加州呢对于移民是最友善的。不管合法或非法，其实对移民是最友善。这是第一个是加州，第二个是加州其实在农忙季节，你还不用讲说什么餐厅在农场忙碌的时候，它大量的依赖墨西哥还有拉丁美洲的非法移民，然后来他们的农场来工作，否则他们是没有办法生产这么多的这一些农业的这些产品。所以呢，那边充满了大量的非法移民。那可是呢，那个抓非法移民的粗暴，已经让整个的压力锅其实在爆发的边缘。再加上最近这一段期间，所以你看到那个冲突，其实在洛杉矶大大小小这种冲突，随时都是一触即发。只是说对川普来说，他逮到了一个机会。今天洛杉矶的这件事情，完全遮盖了他跟马斯克之间的吵架，所以他可以完全的转移焦点，而共和党内部的人都会叫好。所以你从政党对立的角度来讲，他巩固了共和党的支持者。然后呢，整个现在我们要担心的是说，这件事情
到了加州洛杉矶，它会不会扩散出去？如果各地的压力锅都爆到扩散出去的话，那美国的民主内战其实是近在眼前的。加州对墨西哥的移民比较好，或者中南美洲，因为不源于历史的因素，加州很多是墨西哥的，把它弄来的，把它抢过来，巧取豪夺，这个抢过来的。那美国缺很多基层劳工哦，缺得很厉害。是沈富雄，粉丝红现在去美国了哈，去1个月嘛。他那时候在他家里整理庭园丁啊，他家里蛮大的。那么夏天戴个帽子，那整理，旁边邻居就开车停下来问他说：“你1个钟头多少钱呢？能不能帮我做？”就知道看他蛮认真的啊，就是很缺这样的人嘛。好吧，这个世宝兄在南加大拿博士哈，但你怎么看？我在那里待了5年，这个他们这一些的所谓的暴动的人哈，这个占的是101的 highway 的哈，highway 不是 freeway， 也不太一样哈，highway。那101呢，就从洛杉矶啊，一般到 San Francisco 到旧金山也都开101，也很漂亮，非常漂亮。它旁边的景非常漂亮，太平洋啊，这个这样子我开过嘛哈，这个旁边你的感觉，你车子快掉下去了这样子。弯来弯去，弯来弯去啊，很可怕。但是景真的非常漂亮哈。那加州，各位想一下，加州一个州，它的一个 GDP 占全世界什么样呢？在全世界这个非常前面了。好像如果独立，非要全世界第4还是第5大国嘛？第五大。他如果独立，而且他以前想独立，他以前确实想独立，就是他只有缺一个说水了。没水了，沙漠，对，它沙漠地方嘛，所以加州是这个，凤金刚刚讲的，也对移民是非常友善的是非常友善的那现在来讲，就是移民署的人 ICE 去抓。现在我所知道的，我的亲朋好友都在洛杉矶啊，一堆啊，他不敢出门了。他出门一定要带护照啊，美国护照一定要带着。就算是合法移民，合法他也带着，因为他一看你就知道说，你看起来就像这个非法移民，就带走了。因为川普取消了50万合法移民的资格，最高法院最新的判决是支持川普的哦。所以我要提到的一个就是说，以现在的情况来讲的话，加州它的人口占的，它人口是3900多万人，那将近4000万，1/10，所以比全美国大概3亿嘛，就10几%是在加州，所以加州这个地方现在如果控制不了的话，洛杉矶完了就旧金山啦，这很明显看得到啊，这南边是洛杉矶，北边是旧金山啦，那其他的城市旁边的城市呢，那这个非法移民的话，老实说，这个，你从洛杉矶要一直往南开，圣地亚哥，我开过，就开到圣地亚哥就开到，就是 international 什么。这个一个 border 一个边界，过去就加拿大了。不，要出去是那个墨西哥。你说下面啊，上面就加拿大，下面墨西哥。下面墨西哥啊，那以前念书的时候啊，还会说我开车去提完了，去买个东西再回来，还会这个样子。墨西哥，你可以看一下哈，这一次来讲的话，其实川普就是抓到这一点，制造蓝红对决。红的是共和党，蓝的是民主党，蓝红对决呢，大家就会忘掉关税的他扯烂污这些的事情，然后其他事情他就会忘掉了。哇，这个现在最严重嘛，而且这个火我认为会一直烧下去，因为现在看起来还控制不了。现在最那个的是啊，我几个朋友传一些消息给我，他说是川普吃定了这个 Newsom 啊，很废，很废啊，啥事都不做。好像啥事都不做，你警察没控制好。老实讲，这个事情警察来做就可以了，为什么出动是国民兵？警察真的对不对？他做不了哈。那国民兵老实讲就是类似后备军人。那国民兵的调度权是在州长，老实讲要州长同意的，结果他跳过你州长，吃定你州长。这个就使我想到很像左龙台这边呢。现在看的话，就一副跟地方政府跳过地方政府，像黑帮一样啊，说你要给钱啊什么之类的，要支持我，否则不给钱了。基本上了哈，因为民主党原来也过头了，所以很多事情就物极必反，因为民主党太过头了。比如那个时候呢，只要经过边境，比如你刚刚讲墨西哥到这个加州，他只要说我是政治迫害，要求政治庇护，你不能赶他走的，非要把他留下来，还要给他钱，给他生活费，给他安排旅馆，然后因为太多人这样干了，所以呢，法院还好几年才能审理。这几年他就在美国
无所谓，你真的要谁他跑了。对，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也觉得这太过头了，所以民主党有时候太过头了哈，过头到物极必反，所以民众就支持川普的这个反移民政策，就变成这个样子。休息一下再回来。马斯克跟川普呢，突然就爆发这个冲突了，想都想不到，原来不是那么好吗？马斯克把自己的孩子放在肩膀上，带到白宫，还坐在那个川普那个位置上，我觉得好得不得了，说翻脸就翻脸，那不过看起来马斯克现在好像有一点降温了，有一点降温了，因为民不与官斗，斗也斗不过了。而且你现在拿政府那么多预算啊等等真的说川普如果不支持你也很麻烦那不过马斯克在网络上抛说，如果我要组一个美国党第3党，网友支不支持？80%的网友都支持那当然80%也是因为会去表示意见的，基本上也都支持他了。就马斯克原来在美国非常受年轻人的崇拜一个南非移民。什么都没有，然后开始能够开创这么大的事业，而且很有创意，很多事情想不到，上太空他也上，无人车他也搞所以年轻人是非常喜欢他的那不过因为他支持共和党，很多年轻人支持民主党，所以就不买他的车啊，就砸他的车啊然后他现在又骂川普，共和党又讨厌他，所以他现在有一点前2天股市一下子跌了14%多，大跌那但是共和党也担心尤其怕他去支持民主党，他原来是支持民主党的。只是因为民主党的那个什么多元性别计划但他女儿他女儿觉得他女儿就变性了，变性了就名字都改了不信他的姓了，然后跟他翻脸，所以他很气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因，他去又改从支持民主党去改支持共和党那另外呢，这个他爸爸劝他了这个老马斯克说关系很不好，你们这些当头的都觉得自己可以当领袖，但人家川普好歹是选出来的你不是选出来的所以你跟他争什么呢？就意思是叫他呢不要了不，这个川普会赢这一回合了，就要放软一点了那另外呢，马斯克好像也放软了他比如说他在他的你看这个马斯克这个 Elon Musk 在他的脸书上还把川普去骂洛杉矶的文章贴在这里，然后还把副总统说赞美川普，这样说是对的，放在这边，还有他下面还放了2面美国国旗，表示他支持这样的看法那当然马斯克也不喜欢加州了所以他原来的那个总部也在加州了，因为加州的税啊各方面实在是太高了像我早上才看一篇文章，像这个微软微软他们开始的时候呢也想说在这个加州，后来发觉加州税实在太高了，所以后来才没有设在加州最初创业的时候那川普骂马斯克是疯子那川普的亲信说呢，川普难过大于生气，当然生气他也难过，因为那个好朋友怎么说翻脸还在骂他那纽约时报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NASA 的这个头这个马斯克有建议但是呢这个艾萨克曼结果呢这个川普没有用艾萨克曼，好像本来发表他就撤销了，已经发表发表要撤销，所以呢马斯克就很生气，因为马斯克的太空，他将的真正的重要事业在太空上面，他也很厉害美国原来太空中子的太空船用一次就丢了，用一次就坏了，他是去了还可以回来，去了还可以回来，可以重复使用，所以美国现在很多的太空计划还要靠马斯克的 SpaceX。那如果政府现在说不跟你这个有合约了，对他来讲也是，因为那个东西一般是谁去搞没事上太空了所以政府还是蛮重要的那另外呢，马斯克怎么觉得他可能是退缩了？因为他把他的这个脸书上的核弹级爆料，说呢川普呢跟这个淫魔Epstein 这个拿掉了，原来放在上面说为什么他不公布他的这个档案因为他在监狱里突然就死了，就是他不会自杀的，一定是被杀掉的嘛，因为他知道太多人的秘密了，太多人想要办法在监狱里把他给杀了。所以杀了以后你要公布档案他到底监视器是怎么回事本来川普说我会公布川普当选也没公布所以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公布档案呢？现在你川普跟他有特别的关系对不对？你有没有享受过他的服务呢？等等所以他现在把这个拿掉，我们看一下。
川普前2次亲自到场看 UFC 都有马斯克陪伴，但如今跟他公开闹翻陪同的人变成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只是卢比欧看似没有要抢川普的风头，而是立刻坐进观众席。只是川普和马斯克的纷争似乎悄悄降温，马斯克已经删掉 X 平台上的几篇 po 文，当中包含指控川普也在阴谋爱普斯坦名人性交易名单的贴文，让外界质疑他是否退缩了。Trump was actually, as you know, was kind of reserved at the beginning. When Elon was kind of punching him in the nose, Trump was there's a good 24, 48 hours before he started punching back. And 不过，马斯克也在 X 上发文，是不是该建立一个代表美国80%中间派的新政党？有超过80%的民众投票表示支持。马斯克随后说，人民已经表态，这是命运。他考虑将新政党命名为美国党。川马闹翻，全球跟着吃瓜，俄罗斯更趁机嘲讽他们。不仅说愿意为马斯克提供政治庇护，还有意担任2人的和事佬。We're ready to facilitate the conclusion of a peace deal for a reasonable fee and to accept Starlink shares as payment. 俄罗斯官媒也大肆讥讽世界首富和全球权力最大的男人开斯，甚至还制作普京和习近平2人在泳池里兴高采烈的观看的迷因图。来，钟宪委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火一定会慢慢降啦，床头吵，床尾和，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政治人物跟这些企业家的彼此那个共赢共生的一个状况嘛。而且你从最近你看他对于这个川普的一些攻击性的发文，他也删除了。那对于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加州这个动乱，他反而他有一些文章他会去。就是称赞说这次那个ICE他的一些动作也许有他的必要性。我想这个就是改变，但是他们2个会吵得这么凶。我想这个跟那个预算条法案，那个大而美法案应该是一个对主要的一个原因嘛，因为那个法案它会造成的特斯拉在营收上面蛮重大的打击。它就有一个取消一个好像每辆车$7500的那个税金的抵免嘛。不过原本拜登的电动车补助其实就是歧视特斯拉的，所以特斯拉在电动车补助上面反而是少的。就川普，因为川普根本反对什么绿能啊、电动车，他要搞核能啊，要搞他的这个石化燃料了。是，所以其实这个马斯克也知道，但他还是支持他嘛。是哦，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他既然这么样子，对拜登的时候还不好歹还设多少个装多少个那个电动桩啊什么？是，川普通通反对啊。可是因为别人拿得多，他拿得少，所以取消对他没有影响。真正影响那个艾萨克曼影响蛮大。是，那对，当然那个是一定是一个情绪嘛。我的人，结果你到最后不买单，那我还挺你挺成这样。不过后来还有看到那个加州那个零排放的那个销售积分的那个法案，它那个取消再加上前面这个预算调和法案，这整个加起来，我看到一篇报道说，它会导致这个特斯拉它在2025年它的利润甚至削减会到1半，会这么高。那当然以马斯克来说，特斯拉是一个他底下一个非常重要，也几乎等于他的代表、他的代言的这个产业，如果有这么重大的损害，我想他心中也是一个压力吧。那当初他这么挺川普，会不会想到后面有这个问题？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不过后来看到好像，我就说刚刚说的，他在发言上面好像也有在退缩。我想他们2个最后应该会重修就好啦。然后而且最近你又看到那个杨哲安，就是那个台一的那个民主党的那个政治人物，其实他也转向想要去跟那个马斯克去跟他。对，拉拢嘛，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让川普心里有一些芥蒂的一个原因之一啦。好吧，就是说这个马斯克如果将来离开川普，说5个可能接替马斯克的科技大咖，还有黄仁勋呢，黄仁勋在里面，他说5个里面有1个黄仁勋哦，因为川普蛮喜欢他的，人家一来就要投资几千亿美金呢包括祖克伯这 OpenAI 的曼这个也是马斯克的。奥特曼对敌人了哈，那另外呢，贝佐斯这个皮查伊Google 然后呢黄仁勋所以到底会不会呢？现在还不知道其实他这里面反而漏了一个真正大咖的 Peter Thiel， 这个人才是真的有可能取代马斯克的地位的科技大亨。好，廷飞你怎么看？其实我觉得真的民不与官斗，然后你如果依照现在整个局势
法案也在这个川普的手上，然后一些政策，尤其川普在整个政策的推动当中，其实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哈。那他现在所做的，其实在他选前早就已经告知了，就是说他的一个政策的取向，其实跟马斯克他所推动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整个政策当中，如果今天两个因为某个因素、人选的因素、人事的因素，然后造成了彼此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吵架，那这个吵架其实会对谁不利？马斯克一定不利。所以我觉得说，在这一段时间，在短从非常激烈到这个慢慢降温，然后到现在有速度把他过去比较言辞犀利的一个文章删掉哈，我觉得这都已经慢慢的看出说，他们其实已经有一些不同中间者在做一些沟通的部分哈，而且其实我觉得。川普这个最严重的这句话哈，其实他直接警告说，他这一位过去是盟友又是金主，说如果你在2026的这个其中选举，你敢去支持民主党的人，那么呢，你就要面临严重的后果。基本上很多的这个政治人物讲这一句话，可能大家还不会那么担心。可是川普讲这一句话，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有一个胆战心惊哦，因为川普实在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人，而且他直接讲这句话，我相信他会有一些不顾后果的一个做法，这可能也是马斯克现在会有担忧的部分。因为川普基本上是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基本上是这样的人休息一下再回来。